我的道侣突然一夜之间修为尽失，从一个天骄变成了废物，而我这时却觉醒了黑化系统。只要与身边异性有接触，道侣的黑化值就会提高，我则可以用这些黑化值换取各种物品。通过系统得知，道侣是因为正在觉醒道体才没了修为。为了能获得充足的资源让他觉醒，我开始有意无意地接触身边的异性。可没想到的是，我身边的异性都有点不太对劲。就在3个月前，我找凌霄师姐借了3000灵石，现在她找上门来了。师弟，你借我的灵石，是时候该还了吧？师姐可是延期了你3个月，已经够讲同门之义了。凌霄师姐，我的情况你也是知道的，宁烟她的伤还没好，最近实在是有些周转不开，你看能不能再宽限些时日？师姐知道你没钱，听闻师弟天生极品骨骼惊奇，和人双修一次便能省去数日苦功。师姐最近遇上瓶颈，也想和你探讨探讨。我这儿还有1000灵石，师姐你先拿去应急，剩下的保证在3天内还上。师弟，你迟早会是我的。你与师姐独处一室，暧昧不明，道侣黑化值加300，奖励4品通玄丹1枚。这是什么逆天系统？居然要我牺牲色相才能变强！唉，这年头穿越者也不好当啊。道侣黑化值3003，境界炼气初期，元婴后期。吸干了元婴境的修为，把我们2个这些年的所有加币砸进去，才填了1/3，要不要么坑啊？道体觉醒度31点。4家道侣之所以突然跌落修为，不是遭人陷害重伤不治，而是因为天赋太好，道体晚成。哼，为了那点黑化值，真得拼了吗？眼下看来，短时间内要想让我的道侣觉醒恢复修为，就只有靠系统了。但这样的话，就需要我游走在危险的边缘，稍有不注意，就可能守不住贞操。再加上我重生后获得的这副俊美皮囊，简直就是先天魅魔圣体，一旦暴露，所有女性修行者都将对我垂涎若渴。现在没得选，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这枚丹药在外界最少价值5000灵石，但用在我道侣身上，也依然是杯水车薪。猜猜我是谁？柳师妹，你什么时候来的？刚刚到，看见师兄的背影，就赶紧跑过来了。对了，师兄，你怎么从大师姐的屋子里出来？我之前为了给宁烟疗伤，从师姐那儿借了些灵石，到了该还的日子了。眼前身着绿袍的少女名叫柳梦瑶，晚我几年进门，在炼药术上的天赋堪称妖孽，本身还和瑶池圣地这种大势力有着不小的联系。原来是这样啊！师兄，你欠了他多少？3000灵石，现在已经还了1000了。原来就这点啊！我还以为有多少呢。喏，师兄，这是我炼制的3品回元丹，这些帮你还债绰绰有余，还能剩下不少。以后就别再找大师姐借钱了，有什么难处跟梦瑶说就好了。那就先谢过师妹你了。等等，师兄，你先别太着急，我还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过些日子凡间要举办灯会，我想师兄你和我一块出去逛逛，这样的话丹药我就免费送给师兄。答应和小师妹的单独约会，道侣黑化值加500，奖励随机下品灵器剑。如果只是逛灯会的话，好，那就一言为定。师兄那个师兄还得去照顾宁烟，就先走了。你的丹药师兄以后会想办法还给你的。师兄，你要快点回来哦。师兄，夏宁烟的女人不配拥有你，我才是你最好的归宿。回去的路上，我打量着手中的绿色葫芦，葫芦上篆刻着一个木系道法，输入灵力后便会产生可治愈伤势的绿光，笼罩全身。这种通用的疗伤型法宝，乃是最容易出手的一类灵器，随便卖个5000灵石不成问题。我一边估算着葫芦的价值，一边来到了一间朴素的木屋前。推开那略显破烂的房门后，我走入屋内，看着在床榻上盘膝打坐、清冷孤傲的女子，我拿出先前得到的那枚通玄丹，递到了她嘴边。宁烟，这枚丹药你服下。别再给我用了，完全是浪费东西，你自己留着吧。别闹脾气，谁跟你说是浪费了？我已经查到你修为消退的原因了。是什么？你先把丹药吃了，我再告诉你。无奈之下，夏宁烟只能将丹药服下。只见药力刚刚在他体内散开后，便如泥牛入海般消失得干干净净。而后他柳眉轻挑，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好了，
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吧？宁烟，不幸中的万幸，你修为倒退乃是觉醒道体所致，与先天道体不同。后天道体的觉醒所需的资源要数倍于前者，并且觉醒过程不可逆转。但对应的，一完成觉醒，你将会直接拥有大成道体，此后道途一片长城。所以乖乖听话，这些丹药你吃了不是浪费。一旦觉醒道体，你的修为会很快回来。我还等着你继续当我的靠山呢。就算我的修为倒退，真是因为道体觉醒，也不是你能供得起的。等等，你哪来的钱搞到这些丹药？我们的积蓄不是早就花光了吗？叮咚，故意含糊不清地讲述丹药来源，让道侣心生猜疑。黑化值加500，奖励玄阶上品符箓1枚。这是硬逼着我玩牛头人是吧？不过为了奖励和黑化值，拼了！师姐今天跟我要债，我也是有些走投路了，实在没办法才找了过去。没想到说只要我答应他一件事，这瓶就能白送给我。你能借的朋友早都已经借过一遍了吧？这个时候谁会突然送给你这么多丹药？加起来都快有1万灵石了。他到底是要你帮什么忙？叮咚，成功让道侣怀疑你为丹药出卖身体。黑化值加500，奖励玄阶上品庚金剑符1张。宁烟，你别瞎想，我说的那人是我师妹，你也知道的，她一手炼药术炉火纯青，这点丹药对她来说不算什么。要我答应去做的事，也不过是到凡间陪她逛逛庙会而已。之前一直拉不下脸来跟她求助，毕竟晚了我好几年入门，一直当妹妹看的。真的？当然是真的，不信的话，下次见面你自己问她。可能是我敏感了，但你本身体质比较特殊，以前有我护着，那些花花草草不敢涌上来，而现在……道侣担心你被侮辱，痛恨自己无能，黑化值加200。别多想了，我一个大男人能出什么事？你就安心觉醒道体，资源的事情我来想办法。尽管此刻留着夏凝烟一个人胡思乱想，可以获得不少的黑化值，但我不想自己的道侣过于煎熬。反正从先前的表现来看，只有自己这边被骚扰的话，也一样能获得黑化值，只是会少一些罢了。玄儿，来为师的洞府一趟，有些事情要跟你交代1、2。我陪你一块儿过去吧。还是我一个人去吧。师尊叫我，很可能是讨论要不要剥离你真传弟子的身份。若是再没了你每月的俸禄，往后的日子可就更难了。不过这都只是暂时的，忍过这一阵子，等凝烟的道体觉醒，到时候就不用这么操蛋了。看着系统面板上上千的黑化值，我直接花费全部换取了一瓶昂贵的洗髓灵液。这东西用来觉醒体质是再合适不过，随便一出手就能轻松炒到上万灵石。刚才那枚4品通玄丹仅仅涨了1%，加上柳梦瑶给的那些回元丹和这瓶灵液，应该能再涨个5%左右。先去找师尊，高低得把凝烟他的俸禄保下来。徒儿，进来吧。师尊，您突然叫我来这里，不知是所为何事？是有关凝烟的事情。按宗规讲，以他的情况，几个月前就该被废除真禅弟子的身份，给别人让路。为师为了你们考虑，硬是压了几个月的时间，可也不能一直这么拖下去。弟子恳请师尊再宽限些时日，凝烟他肯定能恢复修为，只是早晚的问题。你也不用太过紧张，为师叫你过来，只是先商议一下，还没有真正决定。玄儿，为师问你，这些年你好不容易修行有成，攒了点家底，短短数月就都搭在了凝烟身上，值得吗？在师父看来，你对他已经仁至义尽了。修仙界向来是弱肉强食，很多时候放弃也是一种选择。我本是师尊亲自带回门内的，打一开始就准备培养我成为他的道侣，经历了这么多年的精心调教，不管是长相还是品行，都完美符合他的喜好。然而眼看着果子就要成熟，只等着他伸手采摘，结果半路却让夏凝烟给摘了桃子。值得，弟子相信凝烟师妹她只要挺过去，就会像鱼跃龙门般大放光彩，所以恳请师尊再拖一拖。以您在宗内的地位，想保住凝烟真传的身份，应该不会太过困难。你倒是一片痴情，但师父这边的压力你有考虑过吗？最近的宗门要进行内部大比，各个封主门下弟子所取得的名次将决定后面10年各封的资源分配。要继续保留凝烟他真传弟子的身份，不仅仅是俸禄的问题，更关乎着后面的大比。
我没想到近期突然要举行宗门大比，如果再强求下去的话，倒真是有点太过任性了。暗示师尊自己为了保住道侣俸禄，甘愿出卖身体，奖励中品灵器青云剑，道侣黑化值加500。徒儿知道自己的请求有些过分，但只要能保住宁烟的俸禄，我愿意为师尊做任何事。任何事？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只要是弟子能力之内的事情，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惜。这么多年，师尊不辛考地培养我，也是时候回报您的养育之恩了。哼，这么个任何事啊！哼。陆玄，师父也不为难你，只要你能把宁烟他身为真传弟子每月的宗门任务完成，那在大比前他的俸禄会一直保留。好了，叫你过来就是为了这件事，你要是没别的什么想说，就可以走。那弟子就先告退了。听到自家师尊的话后，我只觉得心中一沉。派给真传弟子的宗门任务可都不是好解决的。对于原本元婴境的夏宁烟来说，或许不是什么难事，但对于金丹境的自己，那就是难如登天了。这么想着，我忧心忡忡地离开了洞府，祈祷着道士分配的任务不会太难。而殊不知，范千月早已经在暗中安排好了一切。没了俸禄，你们就失去了仅存的支柱。玄儿，等你再来求师父的那刻，你就不再属于他了。宁烟，别怪师父，我当然看得出来你修为倒退的原因，可你千不该万不该跟我抢人。如果没有你中间横插一脚，他已经跟我双宿双飞，助我的道法修为更进一步。这会儿师父也早就倾注资源帮你觉醒道体。离开洞府后，我将原来的那件下品灵器拿去卖了钱，正好够还凌霄师姐的债。随后我来到了宗门大殿，接取了宁烟这个月份的宗门任务。可展开玉简看到其中的内容后，我差点惊掉下巴，因为任务竟然是灭杀黑水镇附近出现的大妖。要知道，斩杀同级别的大妖，这即便是对元婴境的真传弟子来说，也算是很有挑战了。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重伤，更何况是我一个小小的金丹期修士。方程长老，这任务是不是搞错了？这种任务我一个人怎么可能完成？金丹修士独自对付大妖，简直就是找死！没搞错，这就是单独指派的任务。好吧。我虽然有所怀疑，可也没办法确定到底是谁在针对自己。叹了口气后，也只能拿着玉简转身离开。眼下最先要考虑的事情是要如何找到能和自己一块去斩杀大妖的帮手，不然只有自己过去的话，无异于是自寻死路。这时，系统的提示音再度响起：叮咚，发布多选任务，请选择你的求助对象。1. 求助对你觊觎已久的大师姐，道侣黑化值加1000，随机领悟目标掌握的剑法。2. 求助对你颇具好感的师妹，道侣黑化值加6，随机领悟目标掌握的丹方。3. 求助对你关爱有加的师尊，请求其直接换掉分配的任务，道侣黑化值加2000，随机领悟目标掌握的神偷。看着系统给出的几个选项，我顿时陷入了沉默。眼下好像也就只有这几个选择。虽然去找师尊这个选项看着风险最小，奖励也最好，但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劲。为什么加的黑化值会有这么多？难道师尊也对自己有意思？回想着过往的种种，我开始在脑海中找寻着和范千月有关的全部记忆。这么一梳理，才发觉范千月对我到底有多特殊照顾。仔细分析过后，如今最好的选择就是去找凌霄师姐。所以师弟你来找我，是想让我帮你完成宗门分配给他的任务？我不会让师姐你白跑一趟的，我这还有把中品灵器，刚好是柄长剑。师弟，这趟任务我会帮你，但不用报酬，借给你的灵石也不用还了。之前是我过于莽撞了，对你说了些不该说的话，还请你都忘掉。让我们回到以前。听到这话的我有些惊讶，没想到凌霄能做到这种程度，这突然间的转变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好了，师弟，到了执行任务时再来找我。狩猎需要耐心，师弟，我会让你一步步沦陷。看着凌霄渐渐走远，我长舒了口气，只觉得一阵庆幸。目前看来，这一关算是过去了。随后我也没有过多停留，转身向着我和宁烟的木屋飞去。宁烟，俸禄的事情解决了，师尊还特意给了我一些法宝和灵药。
我看还是算了吧。道体觉醒就是个无底洞，那些回元丹我都吃了，也不见什么效果。以前那个令我着迷、令我骄傲的夏凝云哪儿去了？我还等着他回来呢。他怎么可能甘心从原本的天之骄子一下子跌落凡尘？每天只能看着心爱之人到处奔走，自己则像个寄生虫一样的待在家里。想到这，他轻叹一声，选择再赌一次。很快，我就为他准备了一洗澡盆热水，将洗髓灵液倒了进去。经过一段时间的洗礼，夏凝烟道体的觉醒进度也是到达了36%。突然，他惊呼一声：“陆璇，你赶快过来看看！”闻言，我赶忙走近，只见他泡着的木桶里，本来热气腾腾的清水，现在竟然冻结成了坚硬的冰块。夏凝烟凭直觉伸出一根手指，在冰块上轻轻一点，冰块顿时又变回了一滩清水。见状，他陷入了沉思。此时此刻，他已经不再怀疑道体觉醒的说法，而是开始思考自己到底觉醒的是哪种道体。看到夏凝烟的情绪不再低落，我也是欣慰地笑了笑。但过几天我就要出去做任务了，以夏凝烟如今的状态，我还是不太放心她一个人住在这里，只好打算让她先去师尊洞府待一阵。虽然知道师尊对自己抱有特殊的想法，但对方依旧是我最信得过的人之一，而且之前他也一直把夏凝烟当作传人来培养，不说帮助，起码也不会起加害的心思。我将我的想法告诉了夏凝烟，她则有些不太情愿地点了点头。很快我们就来到了范千月的洞里，可让我没想到的是，范千月看到夏明烟后，眼神竟涌现出一抹淡淡的血光。玄儿，你是想在自己外出期间，让他暂时待在我这里？果然什么事都瞒不过师尊，徒儿的确是这么想的，还请师尊准许。分配给你的宗门任务，你确定自己能完成？那种任务对一个金丹期的弟子无异于是自寻死路。你是找到了帮手？不错，弟子找了一位朋友共同前行，不会有什么风险。你这个朋是哪一峰的弟子？过往的经验告诉他，事情没这么简单。我在师尊眼里根本没有钱，说不定是用了别的什么东西支付了代价，比如身体。这么想着，范千月眼中闪过一丝血光。敢染指我的东西，不管是谁，都要付出代价。是缥缈峰的，有什么问题吗？这当然没问题。在出行之前，你的那个同伴要让师父过下眼，否则我不放心让你和他单独相处。我迟疑一阵后便答应下来，正好让师尊警告一下凌霄，省得到时候对方对我动手动脚。而师尊见我答应，他也是愿意让夏凝烟暂时住在那儿。阿玄，既然师尊答应我住在这儿，那没什么事你就先走吧。我和师尊这么长时间不见，正好两个人单独叙叙旧。听到这话，我转头看了看两人，明显感受到空气都变得凝重起来。玄儿，你走吧，我和凝烟也该去叙旧谈谈心了。什么时候你准备动身，记得用传讯运警跟师父说一声。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感谢师尊，还能收留不孝徒。你还知道自己是不孝徒？看着夏凝烟弯下腰，范千月冷笑一声，同时一股威压跟着降下。千防万防，没想到家贼难防。本想是给自己培养的道侣，结果快成熟时，却被自己最亲近的人截胡了。事已至此，徒弟能做的只有道歉，即便是师尊，我也不会退的。此时在范千月威压的不断压迫下，夏凝烟那虚弱的身体就要承受不住了。可就在濒临极限之时，他体内突然爆发出一股寒气，形成屏障，替他抵挡住了威压。没想到你觉醒的竟是太道道体，即便是在所有体质中，这也是能排上前10的存在。我这弟子的天赋，竟然比我想象的还要好。师尊，您知道我是道体觉醒？不错。我打一开始就知道你修为倒退是因为觉醒道体，并且以我手里掌握的资源就能够助你觉醒，但现在已经和你无关了。此时我已经来到了登仙广场，打算购买一些丹药以备不时之需。突然一道空灵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师兄，你是要买丹药吗？”“对啊，师妹，你怎么在这儿？”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这小师妹总是能在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找上来。我在峰内待着无聊，就想着出来逛逛。师兄，我这儿有些多余的丹药，我骨折价卖你一把。
见状，我眼前一亮，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省下不少灵石。不过我有一个条件。自己这师妹话总是说一半，什么条件？师兄，你完成这次任务有没有同行者？如果有的话，那个人又是谁？师妹，你不用担心，这次师公请了个厉害人物，缥缈峰的首席凌霄。师兄，凌霄师姐，我劝你还是防些，很多时候知人知面不知面。不行，师兄，你带我去找他一趟，我得跟他聊聊。你总是真心待人，很容易被那些坏女人轻易骗去。你个小丫头，自己才刚突破金丹，还想保护我，是不是有点想太多了？师兄，我是认真的，你别当开玩笑。好，那就带你过去。你跟人家可不要起什么争执，这可是凌霄师姐她自愿帮我。师弟，你身后的这位是谁？贸然来访，还请师姐谅解。这趟过来主要是我师妹想上缥缈峰长见识，顺便问一下师姐，这趟出门需要带什么补剂？长春风柳梦瑶见过首席。师弟，你总是这么心善，不是同门的后辈也是有求必应。修仙界很少有像你这样热心的人了。当初的我也是，若非师弟在关键时刻拉了我一把，也不会有如今的首席弟子。师姐，那件事你还记得呢？我只是力所能及帮了你一下。闻言，我有些意外。我当初不过是以一种正常穿越者的想法，到处投资各种有可能像是主角的人，以求结下善缘。最先找到的就是凌霄，毕竟他那一头白发实在太过显眼。当时的凌霄还是一个外门弟子，晋升试炼时被人下黑手，法器被毁，剑心受挫。我抱着投资的心态，语重心长地鼓励了他2句，提供了些丹药和一柄用旧的灵剑。没想到最后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师弟，对你而言是件举手之劳的小事，与当时的我来说可是非常重要。那时我遭人坑害，受伤不轻，一个筑基期的外门弟子，也没有多少积蓄和人脉。师姐，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之前的事不必在意。凌霄师姐，师兄他可是有道理的人，我劝你最好收敛些。我和他之前的事与你又有什么关系？你一个长春峰的弟子，还想在缥缈峰对我指手画脚？我跟宁烟师姐也认识，不让一些别有用心的女人接近师兄，有什么问题吗？懒得和你争辩。师弟你怎么看？你若是嫌我，直说就好。突然凌霄转头将问题抛给了我，我顿时不知道要如何回答。凌霄这边我不能直说，毕竟后面还要仰仗他斩杀大妖，而小师妹要是惹得他不高兴，以后便宜又好用的丹药就没有了。就在我头疼时，系统的面板又出现了。宿主不讨厌凌霄，奖励一次性法器好人卡值加500，好人卡可抵挡化神以下任意攻击1次。师姐，你的为人作风我一直都很欣赏，我肯定是不会嫌弃的，只是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和师姐你当很好的朋友。我没想到系统直接帮我指出了问题的结果，并且还给了一个相当牛叉的防护道具。没事，只要师弟你不讨厌就好。不着急，如今夏宁园那个女人现在就是个废人，师弟迟早是我的。师兄，我想和凌霄师姐单独谈一谈，你先回去吧，这是要给你的丹药。要是自己走后，他俩打起来怎么办？师弟你先走吧，放心，我不会对他做什么的。那好吧。察觉到气氛不对，我短暂犹豫后还是选择离开。而就在我刚刚离开后，2女脸上的表情都不再和善。我劝你不要痴心妄想，师兄他是我的。你走吧，懒得和你再说什么。后面我和陆师弟将要外出独处大半个月的时间，你最好祈祷我不会半路起些杂念，不然等到回来的时候，他就已经是我的人了。这个贱女人仗着自己是元婴就肆无忌惮。不行，师兄现在还需要他，而且这么做也太过明显，轻易就能追查到是我所为。另一边，我下山后没有乱走，而是直接在山脚等待，万一发生什么事也好赶上去阻止。突然，2道倩影来到了我身边。哟，这不是陆师弟吗？真是巧啊！最近宗门的灵池难得开放，不如师弟和我等一并过去玩耍。2位师姐，我还有事儿就先走了。哥，叮咚，被陌生师姐肆意玩弄，道理黑化值加1000。看着系统弹出的提示，得到黑化值的我猛然发力，和2女拉开了距离。陆师弟，你这就有些敬酒不吃吃罚酒了。师姐们邀你去灵池乃是好心，如果你硬要拒绝，可得想好后果。
你们两个不去好好修炼，在风下闲逛什么？拜见首席，我等是见陆师弟一人在此，想聊聊天罢了。若是碍了您的事，我等立刻就走。知道自己碍事了，还不赶紧滚！等着我送你们吗？师弟，你以后可不能就一个人这么待着，很危险的。刚才要是没有我，他们两个还不知道要对你做什么事情。凌霄关切地看向我，眼睛不断上下打量，没有见到什么异常后，这才放心下来。话说，我现在在宗内已经这么出名了吗？刚才的两人我压根没有印象，可他们却一眼就认出我来。回想起刚才的一幕，我很是讶异，差点就被强推了。师弟，你太没有自觉了，不知道多少人都在觊觎你的身体。不过你放心，回去后我会好好教育他们。刚才的事情，至少绝对不会出现在喵免风的弟子身上。不过师弟，我说真的，夏凝烟她修为尽毁，已经保护不了你了，除非有人站出来作为你新的道侣，不然刚才的事情会一直发生，你始终不得安宁。师姐，只要凝烟还没放弃自己，我就不会放弃她。见状，我忍不住后退一步，我怕凌霄目睹刚才那一幕后受到刺激，准备直接对我动手。师弟，你别怕，我不会对你动强的。我若是真想，先前你到我宅院商量借款的事情时，就不会让你跑了。师姐刚才说这些，只是想提醒师弟你，如果撑不下去，或者遇到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来找我，就像这次任务一样。师姐，你是个好人。倘若我先遇到的是你，而不是凝烟，或许结果会有所不同。无所谓，他近水楼台先得月，快我一步我认了。但既然夏凝烟她自己出了问题，没把握师弟你给了我机会，那我就绝不会放过。师姐，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只是能不能先松手？我被他盯得有些发毛，忍不住咽了口口水，总觉得这趟旅程自己凶多吉少。抱歉，一时间有些激动，还望师弟你不要介意。对了，师姐，在出发完成任务前，我师尊听说这次任务略显艰巨，想要见一见和我同行之人。师姐，你这边应该没什么问题吧？你的师尊当然没问题，自己后面如果和师弟结为道侣，能得到他师尊的祝福，自然是最好的。对了，师姐，梦瑶呢？我怎么看就你下来了？他还在风上，我们聊了两句后，实在话不投机，就先离开了。师弟，你该不会以为我对他做了什么吧？师弟，你的这个小师妹可没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我劝你对她还是提防些。虽然她境界比你低，看着也天真可爱，但内心的想法可阴丧着呢。师姐，你这就有些反应过度了吧？梦瑶她才修行多久，涉世未深，哪来的什么心计？多留些心眼儿，总归不会有坏处。那就后天出发时再见了，师姐，我还得上去接梦瑶下来，她刚突破金丹，飞行还不熟练。师妹，你没出什么事吧？没有，师兄，他一个首席，难不成还能拉下脸来欺负我金丹境的一个小修士？话说师兄，你是来接我回去的吗？是啊，你刚突破，还不怎么会飞，这缥缈峰又是宗门内最高的山峰，我要是不回来接你，出了事情可怎么办？师兄，你总是这么为我着想，要是能不对齐天人也这么温柔就好啦。跟着柳梦瑶来到她的庭院后，我立刻被眼前的景象震惊，这简直和我上一世在景区里逛过的园林一样。师妹，你这地方未免也有点太豪华了吧？师兄，我有个想法，你和凝烟师姐后面要不要搬到我这里住？反正房间有的是，到时候随便师兄你挑哪间都行。只要师兄能搬过来，那后面的朝夕相处总会日久生情。我知道师妹你是好意，但这么做师兄实在拉不下脸面。偶尔过来住2天是可以，但搬过来还是算了。师兄你可以慢慢考虑，我只是觉得这长春峰本就灵气浓郁，凝烟师姐在这里打坐吐纳的话，应该也更有利于修为的恢复吧。闻言我又有些犹豫，若是凝烟真能在此地修炼，道体觉醒的进度肯定能加快不少，并且自己这边也更容易获得黑化值。柳师妹，这边又来了一批新的单子，你看看有没有要接的。长春峰这边时不时会接到一大批的丹药订单，而因为柳梦瑶的背景，一有这种事，订单会先找到她这里来，让她先挑选油水最丰厚的。柳师妹你在吧？我直接进去了，后面还有不少地方要去，早点做完早点走。你每次都这样，就不能正常一点的走进来吗？唉，抱歉师妹，没想到你这次约了人。咦，这不是陆师弟吗？
没想到你本人长得比画像上还要俊了。这位师姐，你也认识我？画像又是什么意思？喏，就是这个。虽然画的挺不错，但看到真人后，发现还是少了师弟你3分神韵。这是谁画的？怪不得，我算是明白了，合着自己都被画下来供人传阅了。怪不得那些人明明第一次见面，却能直接认出我来。之前都只能在画像上隔空陶冶情情，没想到今天居然遇到正主。早知道师弟在这儿，就不这么莽撞了。师姐，我就接3号和8号这2单。柳师妹，你平常不是都要仔细看一会儿吗？今天怎么就粗略的扫一眼，不再多看看？见状绿绮略有不甘，他还想多看会儿我，就这么走了。下次见到还不一定是什么时候。师姐，你不是急着做完收工吗？我还要招待师兄，就不送了。我叫绿意，是长春峰的执法弟子，宅院在峰上西边的小竹林里。以后师弟有空，可以随时来玩哦。师妹，这次真是多亏了你这个师姐，不然我还真不知道自己的画像早就在宗门内传开了。画像的事情我会帮师兄你追查的，怪不得有这么多人来纠缠师兄，原来是有人在背后煽风点火。这件事就不用师妹你操心了，在宗门内师兄多少也有人脉，稍微打听一下很容易就知道是谁做的。不过你有这份心意，师兄还是很高兴。师妹，天色已晚，师兄就不在你这里逗留了。今天就先让是施兰兄你逃走，反正迟早一天，师兄你会彻底变成我的东西。另一边，我乘剑直奔飞跃峰而去。这2天我就先住在范千月的洞府里，这会儿自己的画像传开，搞不好会有不少人怀揣恶意登门拜访，暂且住在师尊那里避避风头。你若是回来的再晚点，为师就要动身亲自去找你了。弟子现在修为也不低，就算回来晚点也没什么吧，在宗门内活动也不会出什么事情。说到这里，我不由得回想起以前还在飞跃峰时范千月对我的禁令。当初从凡间来到道眼宗后，我就一直被禁足在峰内，直到筑基之前都不允许在宗门内自由活动，原因是范千月怕我被人带坏和惦记。哼，看得出来，现在你是翅膀硬了，以前对你的教导是全都忘了。师尊您别动怒，您对弟子的教导，弟子当然不敢忘记。这不是在天黑之前赶回来了吗？暂时先不罚你，但鉴于你这次顶嘴，我看有必要趁着今晚对你好好训诫一番。范千月的这番话让我心头一紧，在得知师尊对我的真正想法后，在听到彻夜训诫这几个字时，我不由得想起上一世曾看过的一些不健康小电影，下意识的就想要拒绝。还愣着干嘛？不赶快跟上来，是等着我请你走？看到师尊那威严的气势，我最终还是把话咽回到了肚子里，低下头，跟着范千月乖乖走入洞府中。早知道会演变成这样，我还不如待在师妹那里，或者是回自己的破木屋。师尊，宁烟他人呢？我怎么没看见？你有多久没再进为师的洞府了？忘了其内自有玄妙，它本身就是一件上品灵器，整个洞府的布局自然可随为师的心意改变。宁烟所在的房间已经被我转到角落，正好方便他一个人清修打坐，你就不要去打扰了。这是什么意思？宁烟不在，那自己师尊岂不是可以对我为所欲为了？坏了，师尊，我突然想起来还有丹药没买，后面出任务没有补戒的话，很容易出事的。这么晚了还出去做什么？丹药的话，为师这儿有的是，你不用担心。明白离开无望后，我只能无奈地接受现实。那好吧。对了，为师去打听了一下，这次上面给宁烟安排的任务，没想到居然是让他独自斩杀大妖。这么艰巨的任务，你却敢信誓旦旦地保证完成？任务的事情，你怎么不跟师父说？我是说过，想保住宁烟的俸禄就要完成他的任务，但也没说要你去送死吧？为了几千银石，你小子连命都不要了？师尊您别急啊，弟子这不是找了外援吗？有凌霄师姐在，一个大妖而已，在他那手斩天剑法下，恐怕连3000都挺不过。弟子只需要从旁辅助便好。看到范千月脸上那不似作假的怒意后，我赶忙解释，同时内心也打消了对他的怀疑。凌霄这孩子人品不错，为人正直仗义，为师一直有所耳闻，和你同行我是放得下心的。但有一点为师还是想不通，他一个元婴真人与你非亲非故，凭什么帮你去斩杀大妖？范千月问出了他最关心的问题，他很担心我是出卖了什么才得到凌霄的帮助。早年间师姐曾受过我的恩惠，当时她在参加外门的晋升试炼时遭人暗算，
弟子无偿给他提供了一柄灵剑。这次附注只是为了偿还那时的恩情，没有别的什么原因。我犹豫一阵，还是没有把凌霄对我抱有的特殊想法的情况说出来。毕竟眼下这个节骨眼上，万一说出来刺激到自己师尊，那我的贞操80%是不保。曾经弱小的时候得你相助，怪不得肯帮你。现在修仙界还懂得知恩图报的人真是不多了。闻言我的理由，范千月才放下心来。但说着说着，他就想到了夏凝烟那个不孝徒，就是典型的白眼狼。明明吃穿用全部都是他给的，结果不知感恩回报不说，还恬不知耻地抢了自己的男人。玄儿，今晚你就和为师待在一起。既然马上要出行斩妖，那必须要把你的身体调整到最巅峰的状态。等下你且运功行气，为师在一旁帮你调理身体。淡雅的玫瑰香气钻入鼻尖。我看着面前那张醒目的红色大床，以及四周精致典雅的陈设，确定了这是自家师尊用来休息的闺房。师尊，这房间用来运功打坐，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没什么合适不合适的，修行之人无论在哪儿都是一样。忘了以前为师是怎么教你的，心不要乱。好了，你先坐到床上盘膝打坐，运行为师傅给你的那门仙元诀，呼吸吐纳天地间的灵气。如果哪里行差了气，我会给你调整，同时刺激穴位，拓宽经脉，让法力运转更加流畅。是。看着范千月那严肃正经的样子，我也不再迟疑，当即坐到床上，收敛杂念，沉静心神。而就在我闭上眼开始全心运功后，范千月终于不再掩饰自身情绪，红唇微微扬起，随即坐到我身旁，仔细打量着我俊美的脸庞。端详许久后，伸出一根手指，开始在我周身的各个穴位处游走。师尊，为师是在给你检查身体，打通各个穴位，别一脸大惊小怪的样子，闭上眼睛，继续运功。好，很好，继续跟着我点你穴位的先后顺序运气，不要有其他杂念。见我乖乖闭上双眼，没有进行反抗，范千月满意的扬起嘴角，手上的动作愈发明目张胆。既然如此，我就不客气了。师尊，这种指点方式，弟子总觉得有些不妥，要不今天还是算了吧。这种感觉快要让我抓狂了，这种不适感不能再忍耐下去了。师尊，你必须离开。让你坐着就坐着，怎么现在越来越不听话了？原来给你立下的规矩就全都忘了。看来今晚真得让你好好长长记性。这下子我是真的慌了。没想到范千月居然对我用了他拿手的血炼禁制，封禁了我法力的运转。此时的我就像是那待宰的羔羊一样无助，任凭怎么用力，身体也无法动弹一丝一毫。玄儿，这是对你屡次顶嘴的惩罚。原本还想着对你温柔些的，现在看来还是得先惩戒一二。什么时候为师确定你悔改了，什么时候再给你解开。师尊，我们是师徒，不能做这种事情。我的好徒弟，你还不明白吗？师尊把你从小养大，就是为了这一刻。叮咚，你一整晚耗尽精力，骑师灭祖，奖励地阶下品力士服一更，道侣黑化值加2000。轩儿，你天生的体质非常特殊，用来双修确实是如我想的那般，效果极好。为师很满意。能让师尊满意就好。既然您已经得到弟子，那能否从此不再针对宁烟？短短一夜，我的人生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此之后，原本那平静的宗门生活，恐怕就是一去不复返。当然不可以。为什么？为师问你，等下出去之后，你会跟宁音讲述昨晚和师父发生的事情，然后与他解除道侣的关系吗？这自然不会。所以等你什么时候愿意主动跟他解除道侣关系，什么时候为师再出手帮他。为师知道你们感情深厚，即便遇到些许波澜，最终也都能挺过去。所以昨夜发生之事，我不会主动告知于他。但相对的，玄儿，从今往后，师尊叫你时，你要随叫随到。若是你不听话的话，不仅宁烟的俸禄要停掉，这颗能够记录影像的玄影石
也会被为师交到他手上。这师尊，你居然录下来了！不过只要玄儿你乖乖配合，你放心，师尊不会让你为难的。这门玄子心机，你后面好好修炼。羽化神器的为师双修，借助这门功法，你也能得到不小的益处。师尊，我有必要修炼这个功法吗？看名字和开篇介绍就感觉怪怪的。不行，为师不是在跟你商量，你必须修炼，不然宁烟的俸禄现在就停下。但你若是能乖乖听话，即便各封大比结束后，师尊也不是不能保留他真传弟子的身份。闻言我眉头一挑，这对我来说可是非常重要。那每月几千灵石的俸禄不是重点，关键在于真传弟子的这个头衔。按照道眼宗宗规，所有弟子都不得随意冒犯真传，所以一旦失去真传弟子身份，后果不堪设想。我恐怕立刻就会被觊觎我美貌的宗门弟子团团围住。如果师尊你真能让宁烟保住真传弟子身份的话，那弟子愿意修炼这本玄子心经。叮咚，答应师尊的无理请求，修炼阴阳秘术，奖励配套秘药、阴阳宝丹1枚，道理黑化值加1500。很好，这才是为师的乖徒弟。没几天，师尊就会没找你检验一下修炼的成果，可别想着偷懒。那个时候也不早了，弟子差不多该去找宁烟了，再晚他会起疑的。别急，先跟为师去沐浴一番。师尊，这会儿徒儿已经是精疲力竭了。别瞎想，你身上这会儿都是为师的脂粉香气，若是不洗一洗，宁烟那孩子心思细腻，轻轻一闻便会有所察觉，到时你又要如何解释？又是一顿饱受摧残后，师尊也是体力耗尽，终于肯放我离去。此时我顺着范千月的指引，一路来到了夏宁烟所在的房间。深深吸了口气后，我抬起手对着房门轻轻敲了2下。宁烟，是我，昨晚有事一直没回来，跟几位同门做了点倒卖的生意，小赚了一笔。我之前要卖功法你不允许，自己倒好，跑去做了倒卖的生意，风险也不小。把一些宗内明令禁止的物品运进来偷偷贩卖，利润固然可观，但风险也是不小。一旦被抓住，宗规可不是闹着玩的，不仅要上缴高额的罚金，甚至还有可能会被逐出宗门。宁烟，你知道的，我要是出了什么事，师尊他老人家肯定会保我的。等什么时候被发现，什么时候再停手吧，这样总比你去冒险强。而且你看，仅仅是一晚，我就赚到了足够买2瓶洗髓灵液的灵石。你的道体能够小成，还是多亏了这东西呢。你到底卖了些什么违禁品？一晚能挣这么多？这不宗门大比马上开始了，我想办法说服了师妹那边，搞了一批能短时间内大幅提升战斗力的丹药出来，趁着大比前夕，随便就能炒出高价，而且供不应求，绝对是大赚一笔的好机会。怪不得你一晚就能拿这么多灵石。只是这样的话，事情一旦闹大，宗门追查下来，处罚也会异常严重。就算是有师尊保你，恐怕也……不用怕，丹药的来源是柳师妹，她的身份背景宁烟你也是知晓的。瑶池圣地，咱们道眼宗可不敢随意处置，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且这条路子的利润够大，只要我能再想办法牵扯几个长老进来，到时候人越多越安全，宗门这边也只能不了了之。我越来越觉得这个想法行得通。原本我只是想圆个谎，却没想到直接搞出了一条发财的路子出来。可行，但利润要足够可观，不然长老绝对不会陪你们进这趟魂术。另外，拉拢的人选也有待商榷，那些不熟的或者太过刚正的都要避开。这是自然，明天我就想办法着手这件事。此刻我精神奕奕，眼中恢复了神采，完全不见被摧残一夜后的疲惫。如果这件事真能顺利执行出来，那不仅能大赚一笔，还多了个正大光明的理由，可以向夏宁烟解释，从系统那里用黑化值兑换来的资源，加快他道体的觉醒进度，早日摆脱师尊范千月的束缚，回到从前的生活。什么事情让玄儿你这么高兴？说出来，也让师父听听吧。
也没说什么，就是在跟宁言讲我昨晚去干嘛了。这样啊，那你昨晚干嘛去了？夜不归宿可不是个好习惯，师尊以前可不是这么教育你的吧？还请师尊恕罪，弟子一时间鬼迷心窍，去倒卖了点违禁品，赚些零食，直到今日日出才回来。违禁品？你怎么卖上那东西了？真缺钱的话，师父可以给你。这师父能顶住压力，保住宁烟她的俸禄，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弟子怎好意思再跟您伸手？哼，都说大树底下好乘凉，别人都巴不得有棵大树能给他们遮风挡雨，你倒好，有树还不往它下面躲，依靠自己师父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在修仙界闯荡，要么看实力，要么看背景，不然还混什么混？你觉得为师说的在不在理？宁烟，师尊所言极是，陆玄他就是这个毛病，无论什么事都想一个人扛，遇到困难也不跟人说。倘若他能早点醒悟，求助于师尊，想来我们的情况会比现在要好很多。是啊，你看宁烟她都这么说了，以后遇到什么事情别自己憋着，一定记得多跟师父交流请教。听见了吗，玄儿？听到了，弟子后面若是再遇到事情，会第一时间向师尊禀告交流的。这才是为师的好徒弟。要记住，你的安全是最重要的。为师把你培养到现在，你要是为了些蝇头小利，就把自己的安危置之不顾，为师可不会轻饶了你。弟子谨记。好了，为师就不打扰你们两个温存了。这乾坤袋玄儿你拿好，里面装了5000灵石和一些杂七杂八的丹药，什么时候用完了，什么时候再来找师尊要。不过记得省着点花，可别一下子都打了水漂。刚才是怎么回事？总觉得你和师尊之间的气氛有些奇怪。有吗？是不是宁言你的错觉啊？错觉？好吧，可能是最近太累了，你也累了一晚上了，好好休息吧。也是，确实有些累了。宁言，你先把这2瓶灵液用了，这乾坤袋你也拿着，以备不时之需。几个时辰后，夏凝烟坐在木桶中，感受着身体的变化，微微皱起眉头。此时他已经过几个时辰的浸泡，彻底吸收了所有的药液，原本金色的灵液已经重新变回了一滩清水。随着系统提示音响起，夏凝烟的修炼也结束。只不过这些天在有灵石加持下的不间断苦修下，一共才涨了 0.5% 的进度。要是只靠他自己，恐怕要等到寿元耗尽，即将作为一个凡人老死时，才能成功觉醒道体。宁言，你别急，目前已经初见成效了，我感觉已经快填满一半了。再坚持几年，等你境界恢复到元婴巅峰，再加上大成的道体，突破化神的瓶颈，搞不好就是一念之间的事情。到了那个时候，谁还在乎什么真传弟子的头衔？宁言，你直接就能成为道眼宗的新任长老。对呀，只要自己再忍一忍，等宁言他觉醒道体，突破化神，问题自己就会迎刃而解。想法是很好，但要等多久？我怕没到那一天，我就要先被压垮了。看着我充满希望的样子，夏凝烟却轻轻摇了摇头。虽然她表面上看着平静，但内心也是急切的很。你答应我，如果有人用我来胁迫你，不要犹豫，直接放弃世界。我不希望你因为我出事。哎呀，宁言你多想了，我好歹也是个金丹修士，怎么也不会是那种任人欺辱的角色吧？而且我很快就能挣上一大笔了，等到去执行宗门任务前，一件上品灵器肯定是轻轻松松，所以用不着有什么担心，你等着我的好消息就行。我明白夏凝烟的忧虑，我也确实因为她向师尊屈服了。不管怎样，你能照顾好自己就行。宁言，你就放心好了，我一定会让你的道体顺利觉醒，并且时间不会太长的。哼，
真是翅膀硬了，还想着自立门户，恢复修为的事情还遥遥无期，就想着突破化神成为长老，想象力倒是挺丰富。看来还是缺少调教，不听话的弟子就该狠狠惩罚。玄儿，这可是你自找的。宁烟，时间差不多了，我得赶在出宗之前把丹药的事情谈妥。等回来后，就准备着手进行下一轮的售卖，争取多赚点灵石。你去吧，不过千万不要勉强自己。如果事情谈不妥，那就算了。不会的，宁烟，你就等我的好消息去吧。我自信一笑后，拍了拍胸脯便走出房间。然而，当我跨过大厅，最终来到洞府的大门前时，却发现周身散发着强大气场的范千月已经等在那里。玄儿，怎么，你这就要出去了？不再和宁园他多温存一阵？徒儿出去有事要做，想着在宗门内做点特殊的生意，赚些灵石。这样啊，是想着赚够了钱，让宁烟他早日恢复修为，突破化神，好从此自立门户，离开师父，对吧？弟子没有说过这样的话。难不成先前跟宁烟在屋子里说的话都被自家师尊给听到了？都穿越到修仙界了，居然还搞监听这套，有没有搞错？还敢撒谎，很好，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看来平时师父对你还是太过宽容，不好好给你个教训，长长记性，等以后翅膀硬了，还不一定要做出什么事情来。师尊，你千万不要误解弟子说的话，弟子没有那个意思，只是单纯的对未来有所憧憬而已。憧憬？哼，憧憬你和宁烟双宿双飞的未来，对吗？师尊，您到底要对徒儿做什么？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你永远都是属于师父的，明白吗？师尊，不！玄儿，你不会怪师父吧？我不会怪您的，是徒儿之前说话有些口无遮拦，这才让您生气了。您别生气了，气坏了身子就不好了。那就好，有件东西师尊需要让你看完。师尊，你全都录下来了？当然，不然师尊怎么确保你能乖乖听话，不会想着离开师尊呢？玄儿，你应该明白师尊的意思吧？你放心，只要你乖乖听话，宁烟他就绝不会收到这一影石。玄儿，以后就乖乖听师尊的话，师父不会亏待你的。师父也听到了，你不是想趁着各封大比，笼络几个长老去做丹药的生意吗？计划听着可行，放手大胆去做吧。真出了什么事情，有师尊给你兜底，冲着我的面子，他们应该都会答应。另外，你应该也需要点启动资金，这里面装有2万灵石和一些药材，就当做是师尊资助给你的，不够的话再回来跟师父要。该做的都做了，把柄也落下了，送到手边的好处自己再不拿，那不白遭罪了。从此之后，我是真的要对自己师尊言听计从了。好了，别一脸垂头丧气的样子，去忙你的去吧。那师尊，我就先走了。我现在只想赶紧离开，找个地方清静清静。
在外面记得小心行事，不少人可都紧盯着你。总算是出来了。尽管受尽磨难，好在也不是一点收获没有。叮咚，整晚和师尊相亲要爱，过程被尽数录下，落下把柄，奖励随机领悟其拥有的神通一门，道侣黑化值加1000。搞了半天，这奖励没什么用啊。不过这次的黑化值怎么发现，怎么给1000？难不成和同一个人多了，有抗性了？唉，洗髓灵液凝烟，他用的也有抗性了，这黑化值获取幅度也越来越小。算了，不想了，先去找师妹，把炼制丹药的事情谈妥，赚到一笔钱再说。师妹，你在吗？师兄找你有事儿，想要商量一下。师兄你来找我都不用提前用传讯预警通知一下，看来是有要紧事啊。师妹，你是怎么到我身后的？师兄你猜啊。这我哪里猜得到？其实只是凑巧而已，我刚好在四处散步，远远看见师兄你来了，就提前躲起来，等到师兄落地后出来吓你一跳。这样啊。好啦，师兄你到底有什么事情来找梦瑶？说说看吧，只要是能力之内的，我都会尽力帮师兄的。说来话长，简单来说，师兄是需要师妹你帮忙炼制一些丹药。丹药？不知道师兄想让我炼制什么类型的丹药？是凝烟师姐她又出了什么事情？不关凝烟的事情，是师兄想挣上一笔快钱，想要拉师妹你入伙，利润师兄和师妹你55分成。几个月后，宗内要举办各封大比，师妹你也知道，这次上面为了激发弟子参与的积极性，提高了奖励，导致所有人都热情高涨。所以师兄这边想着趁机售卖能在短时间内提升战力的丹药，获利的前景绝对可观。但想要抢占市场，不仅要能骗过宗门内的药检，还需要能够碾压同类的竞品丹药。可我认识的人里，能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师妹你了。所以，哦，原来是这个生意啊！师兄，有这个想法的，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有许多人早就来找过我喽。师妹，来找你的那些人，他们都是谁啊？人太多，我就不挨个说是谁了。不过他们给的条件都还挺不错。都是什么条件？师兄这边说不定也能满足你。有一批人带来了炼制丹药所需的全部药材，允诺跟我37分成。才给师妹你3成，就算是包了药材，这也太少了，这不是欺负人吗？师兄，我的意思是3成是他们的哦。这师妹你拿7成，药材他们再全部提供。对啊，有什么问题吗？这些人的角色充其量就是个负责售卖的商人，最为关键的丹药是由我一人产出，并且我瑶池圣地的身份也是他们出事时的一道保险。能拿3成，还是因为那天我心情不错，加上他们的态度一直都很谦卑，明白放低自己的姿态。也是啊，最重要的活全是师妹你在做，拿这么多是理所当然。还有带着长老密信找过来的，说是已经说服了对方，只要我这边接手，长老也会提供便利，把门下弟子的渠道贡献出来，同时提供掩护。负责药检的那位元华长老也参与其中，不过他们的提议是64分成，
并且态度有些傲慢，但也更有保障，倒不是不能接受。对了，师兄，你刚才说的条件是什么来着？梦瑶有些没听清。柳梦瑶越说，我的心越凉。我这会儿恨不得赶紧找个地缝钻进去。对比这些人给师妹开出的条件，方才我的55分简直就是侮辱。自己现在在柳梦瑶心中的形象，怕不是已经变成了一个仗着有些交情就想占她便宜的小人。那个，师妹，对不起，师兄也是有些想当然了，有个想法就急匆匆的过来找你。刚才的话，师妹你就当没听过吧。师兄突然想起来还有事儿，就先走了。师兄，你走什么？梦瑶又没说不跟你合作。反正我不缺钱，那些所谓的条件，几分成对我而言没有任何意义。答应那些人纯粹是因为无聊，想练些丹药试试手而已。只要师兄你答应帮我一个忙，梦瑶就跟师兄你合作，赚得来了钱，就算全给师兄也行。什么忙？师妹，你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倒也不是什么困难，只是过一阵子我家里会有人过来探查我生活的情况，到时候我想让师兄你装成我的道侣，帮我应付一下，不然后面家族内部指腹为婚的话，我会很为难的。假扮道侣，这不太好吧？师兄你是怕宁云师姐她知道吗？如果好好说的话，师姐她应该能理解的吧，或者干脆瞒过师姐。反正我家里的人只来1天，到时候还要跟道眼宗的高层谈话，估计连半天时间都用不了，不会让师兄你为难的。这师妹你都这么说了，如果只是1天半天的话，那倒是不难，毕竟平时受了师妹你那么多帮助。短暂思索后，我答应了下来。尽管内心有些担忧，但更多的还是欣慰。看来自己在师妹心中的形象还没有坍塌，这种私密的事情会求助于我，就是最好的证明。多谢师兄。师妹，师兄你真的帮了梦瑶大忙了，要是师兄不肯的话，家里那边还不知道要怎么安排。这样啊，看来在大家族也不容易。梦瑶你辛苦了。师兄，迟早我会一步步让你成为我的人。